美国人为啥不炒房子？美国没人热衷炒房，核心是次贷危机的惨痛教训，再加上高持有的成本、高房贷利率等等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。次贷危机的深远阴影。2007年次贷危机源于此前疯狂的炒房与金融杠杆的作用，不仅是让雷曼兄弟等巨头倒闭，还导致无数家庭因断供失去住房，其破坏力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。这场危机给美国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，让大众普遍认清房产并非保险箱，对炒房这种高风险的行为心生畏惧。房产持有与购房成本过高。美国的房产持有成本极高，各地需缴纳1%到3%不等的房产税。一套100万美元的房产每年可能要缴纳数万美金的税费，换房还可能面临房产税大幅度上涨的情况。同时，2025年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长期维持在6%以上，叠加高位的房价，使得月供压力的大增，甚至多数家庭都无力承担房价的首付。购房群体与市场流动性差。作为买房主力军的25到40岁人群，不少因为学生贷款逾期，失去贷款的购房资格。首套购房者参与率从2010年的50%跌到24%，而现有房主因为锁定了过往的低利率，不愿意换房子，导致房源的流通不畅。2025年全美国每1000套的房屋仅有28套容易入手，市场的话近乎冰封。炒房所需的流通与变现条件完全不具备，房产投资性价比很低。近年美国房价年涨幅长低于核心的通胀率，房产实际的价值在缩水，远不如股市等投资渠道灵活。而且美国城市化早已完成，核心区域房价增长接近天花板。长期的持有房产不仅难盈利，还可能因为金融的危机遭遇价格大幅度下跌，进一步降低了炒房的吸引力。与中国相比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经历过一次金融史上的次贷危机，深陷泥潭。太平洋两岸的房地产市场真可谓是冰水两重天。美国最让别国人羡慕的便是住房。早就有人说过，美国的住房、法国的时装、日本的老婆、中国的厨师，是世界上人生的极乐目标。但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美国人的买房热情从来就没有达到炒房的程度。在美国，如果你放下工作去炒房子，会被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认为你是疯子。美国尽管有数不清的社会团体，可能绝对不会是有温州炒房团的出现。以美国人的聪明和对市场经济的认知，他们为什么不炒房呢？美国是一个自由迁徙的国家，没有户籍制度的束约和限制，人们的居住地是由工作决定的。招工并不像中国这样有户籍的要求，无论住在哪个州都不需要到政府部门办理类似居住证的手续。美国各个州之间的收入、医疗、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异的。中学、小学设施的教师水准、医院的医生技术水平和设备都是差不多的。美国有比较成熟的公司和股市，人们在股市里面投资就可以得到较好的回报。就比如大家所熟悉的股神巴菲特，就是长期的投资股市取得巨额的回报的范例。美国有许许多多的平民依靠长期的投资股市取得了成功。美国的高等教育无论在哪个州相对是平等的，美国的所有高校都不存在名额分配的问题，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向全美国的申请人开放，美国不会发生中国的所谓的高考移民的事情。
美国的房屋升值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很难出现一夜暴涨的局面。美国的富人多投资商业用房、旅馆，还有出租公寓等等，很少投资民用住宅。美国房屋的持有成本是比较高的，除了房产税以外，即使你的房屋无人居住，你也必须按时的修剪草坪、浇水、铲雪、维修，否则你会面临许多法律的问题。所谓炒房，是在买入后短时间内卖出获利。从投资的逐利的角度来看，在美国炒房投资回报率不高。美国拥有完善的有关房产买卖的政策、法规和税收的体系，这决定了在美国炒房很难盈利。如果买了房屋马上卖，基本上是无钱可赚的。以贷款炒房为例，在美国，如果一套房屋价值100万美元，买房的费用比如贷款80万美元，利率6%来计算，月供5731.45美元，12个月必须支付68777.4美元。地产税以房价的1.5%来计算，一年需要支付15000美元，过户费用等等的费用大约为房价的1%，需要付1万美元。这一年除了首付的20万美元以外，一共需要投入大约9万美元。一年以后，如果你的房屋涨到了120万美元，卖房的费用如下：过户费大约为房价的1%，就是需要付12000美元；卖房的佣金大约为房价的5%，需要支付6万美元。个人所得税，房屋增值20万美元，要交个人所得税。拥有产权未满1年即卖掉的房屋，税比例高达35%左右。拥有产权超过1年以上，卖房时需要缴付20%左右的税，因此个人所得税至少要交4万美元。尽管房价上涨20万美元，但是买卖房屋的费用和所得税已经接近20万美元。换言之，如果涨幅达不到20%，就会亏损。知情人士指出，美国房价上涨较慢，实际上一年上涨5%就已经相当的可观了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